观众朋友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袁成。您有没有发现，最近的中国越来越安静了？街角那家你每天路过的零食店突然关门，菜市场的猪肉一斤比一斤便宜，朋友圈里曾经刷屏的癌症早筛神器，居然被爆出是拿公厕粪便造假称出来的。更诡异的是，那些城市越来越老，越来越空，年轻人在消失。没错，这不是几个独立事件，而是一场正在全国蔓延的慢性崩塌。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低潮期，只是它不吵不闹，却在你身边一点一滴的发生。今天我们要带你看4个真实故事：一个关掉500家门店的零食帝国，一个越卖越亏的养猪产业，一场市值从400亿跌到0的造假闹剧，还有一个正在快速老去的国家。这4个故事拼起来就是今天的中国现实。有人还在喊复苏，但更多的人早就感觉到那股冰冷的气息。曾经的中国零食巨头来一份，如今陷入巨大亏损，到底怎么了？3年多前，他们喊出万家灯火的壮志豪言，要在全国开出1万家门店。但是到了2025年，他们反而关掉了近500家门店，前3季度亏损暴增2倍，投资者看傻了眼。这不是个别公司的故事，而是整个传统零食行业的大撤退。先来看最新财报，2025年前3季度，来一份营收达到28.5亿元，听起来不错吧？还成长了13%。但你知道亏了多少吗？1.25亿元。比去年多亏了近2倍，尤其是第3季，收入虽然涨了25%，但亏损高达接近7500万，比上一季度还多。这种情况有点像你开了一家餐厅，客人变多了，结果亏更多。问题在哪？毛利率。数据显示，来一份的毛利率从去年的4成多，跌到现在的3成1。这代表什么？利润空间在被活生生压扁，根本赚不到钱。财务不好，第一个出现症状的就是关门店。来一份上半年还有3472家门店，到现在只剩2979家，半年关了将近500家，关店率超过14%，这几乎是每7家门店就倒1家的节奏。而且他们的经营模式也开始改变。以前主打直营，现在直营门店掉了不到一半，加盟店反而超过3%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企业开始轻资产，风险转嫁给加盟商，自己想降低成本撑下去。但加盟模式也意味着控管更难，品牌形象更容易出问题。来一份的万家灯火战略正在熄火，它最风光的时候是2017年，那时他们喊出万家灯火，说是要开到1万家门店，但实际情况是，门店数量最多也只有3685家，还不到目标的4成，之后就一路萎缩。这其实也反映了一个大问题，传统开店扩张的模式已经失灵了。来一份不是唯一的受害者，整个中国休闲零食行业都在降温。今年上半年，11家零食上市公司中有7家业绩下滑，良品铺子亏了将近1个亿，3只松鼠也不再风光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国零食市场进入了低毛利时代，一边是成本高涨，房租、人力、物流都贵，一边是价格战打到天崩地裂，为了维持营收，只能疯狂打折。但这就必然陷入恶性循环，打折多了，品牌价值越来越低，利润也就没了。加上电商直播抢走线上流量，年轻人消费习惯改变，传统零食品牌根本吃不消。最让股东心寒的是，企业亏钱，创办人还在减持套现。来一份的大股东爱屋企管，也就是创始人施永雷夫妇的公司，今年减持了668万股，套现8243万元。这时候你说，谁会相信他们对公司还有信心？当你看到老板边说转型边落袋为安，市场怎么可能不恐慌？零食行业的黄金时代结束了吗？
来一份的衰败不是突然暴雷，而是一场慢性崩塌。它代表着中国传统零售的过气，也揭示了零食赛道的难题。当消费降级、成本上升、渠道重塑，那些靠开店取胜的老板还能走多远？零食不好卖，更惨的是那些养猪的。猪肉这个最基本的民生商品，现在也成了赔本生意。中国今年10月的生猪价格比去年跌了30%。更夸张的是，3大上市猪企牧原、新希望、温氏10月猪卖得比去年还多，但收入反而更少。这就是今天的现象，增量不增收，卖越多亏越大。我们先来看数字，这3家养猪大户10月猪卖得非常猛。牧原股份卖了超过707万头，比去年多卖了13%，新希望多卖了34%，温氏股份更夸张，同比增加了45%。看起来像是市场挺火爆的，但收入呢？牧原股份收入掉了22%，温氏股份收入少了13%，新希望收入也少了快8%。这就像你开面店，客人比以前多1倍，结果因为每碗面的价格只能降低卖，结果你却比以前赚得更少了。问题出在哪？关键是价格跌太惨了。现在生猪平均售价大约每公斤11元左右，但你知道养一头猪要多少成本吗？每公斤13到14元，也就是说，每卖一头猪，每公斤亏2块。以牧原股份为例，10月平均卖价1公斤11.55元，比去年同期少了整整2%。这还不算最惨的，在10月13号到15号这几天，猪价跌破了每公斤11元，养一头猪就等于贴钱卖。这不是削价竞争，而是失血大甩卖。很多观众可能会问，猪价怎么会掉这么惨？背后原因其实不少，但可以用一句话总结：市场供过于求，大家抢着出货，导致价格崩溃。在年初，很多生猪企业还以为2025年猪价会回暖，结果反而一路下滑。大家怕越养越亏，干脆提前出栏，结果一大堆猪挤在市场上，价格被压得更低。这种恶性循环下，越卖越多，亏得越大。那谁在扛损失？最直接的受害者当然是养殖企业，但真正惨的其实是那些中小养殖户。大企业还能靠规模、金融工具撑一撑，小养殖户呢，可能贷款买饲料，猪卖不出好价钱，连本都回不来，一波破产潮正在逼近。你能想象吗？几年前大家抢着养猪，结果现在变成负利润生意，怎么办？还有的救吗？目前看起来，整个猪肉市场还没有明显回暖的迹象。专家说，如果猪价长期低于成本线，会有部分产能退出市场，到时价格或许能慢慢止跌，但短期内，尤其是年底消费旺季过后，如果没有强力政策干预，猪价还可能继续探底。中国人常说民以食为天，而猪肉是中国餐桌上最基本的存在。猪价下跌，消费者可能觉得划算，但背后这块基本盘却正遭遇一场悄无声息的崩盘。一边是门店关闭，价格崩盘，另一边还有明星企业用造假来撑表面繁荣。接下来要说的是一起令人震惊的商业丑闻。曾经是中国癌症早筛第一股的明星企业诺辉健康，居然靠买公厕粪便来造假。这不是黑色幽默，是中国资本市场上的真实一幕。我们来聊聊药企巨头诺辉如何从市值400亿跌到几乎归零。一场资本梦怎么会变成血本无归的灾难片？诺辉制药企业2015年在杭州成立，由几位北大生物系的高材生创办，主打癌症早筛技术。2021年在香港上市，市值一度飙破300亿港元，被称作中国癌症早筛的希望。诺辉的主打产品肠胃清，一套将近2000块人民币，可以在家做肠癌筛查，听起来挺高科技的吧？但你可能没想到，这个产品后来居然变成了财务造假的工具。2023年，
一份做空报告让诺辉的假面开始剥落。美国机构 Capital Watch 原本还想投资诺辉，结果在尽职调查时发现资料处处对不上。他们一查不得了，16个月6个调查员跑遍医院、体检中心、电商平台，结果发现诺辉宣称销售了7亿多，其实只卖了不到8000万，虚增比例高达90%。这还不够离谱，为了凑出检测样本数据，诺辉的经销商竟然向环卫工人买公厕的粪便作为检测样本，甚至把一份样本拆分给多个虚假账户。诺辉还通过第三方平台完成资金循环，以应消费的名义转出资金，再以采购款的名义回流，形成完整的虚构交易闭环。这简直是商业间谍片都不敢这样写的剧情。当时公司创办人朱叶青说，调查机构的报告是假的，还反咬做空机构想敲诈300万公关费。但转折点来了，审计机构德勒突然不玩了，拒绝为诺辉签财报，还直接辞任审计，说诺辉的数据不合理，交易有问题。这下整个资本市场炸锅了，香港交易所立刻让诺辉停牌，股价卡在14.14港元，从发行价直接腰斩。接着是高层震荡，诺辉 CFO 辞职，创办人朱叶青也在2025年被股东罢免。这门生意根本赚不了快钱，问题是这场造假背后其实反映出了整个行业的尴尬。癌症早筛说穿了是个慢生意，研发要时间，推广也艰难，产品不进医保，医院不好开单，消费者又不主动筛查，一套产品卖2000，但你知道三甲医院做肠镜才多少吗？1000多块，而且检查更直接。所以诺辉的产品卖不动，就只能作假才能撑市值。但这场灾难坑了谁？至少有4000多名投资者血本无归，包括光大证券、博时基金等机构全都踩雷了。诺辉更是股票估值从14块多跌到0.01港元，几乎等于零，投资者报损金额超过7亿港元。更麻烦的是，这家公司注册在开曼群岛，上市在香港，业务却在中国。想告他，不好意思，香港不搞集体诉讼，证据还很难拿，维权几乎无解。你以为诺辉这是个案？错了，去年中国资本市场爆出61起财务造假案，创历史新高，而且还在增长中。不止民企，连央企子公司都有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讲故事捞钱，财报造假撑市值，早就不是秘密了，只是想不想揭穿的问题。一场资本的幻影，谁该负责？诺辉健康的崩塌不只是个商业笑话，它让人重新审视，当资本市场更在意估值而不是价值，当监管落后于技术，法律落后于跨境，人心在现实中崩塌，这样的灾难还会不断重演。诺辉的倒下反映出中国企业求生焦虑，而另一个更深层的焦虑，则是写在人口结构里。中国正在变老，而且变得非常快。接下来，我们带您来了解这个国家的老龄化速度已经到了什么程度。您知道中国现在有多少老人吗？答案是3.1亿人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整个美国加上加拿大的总人口全是老年人，而且这还只是个开始。根据最新数据显示，中国已经有20个省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，其中东北3省更是全面重度老龄化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中国的劳动力结构正在发生深刻改变，整个国家正走进一个越来越老的未来。根据最新出炉的中国统计年鉴2025，到2024年底，全中国有2.2亿人超过65岁，有3.1亿人超过60岁，占全国人口的22%。这意味着每5个中国人里面就有1个是老年人。而更夸张的是，这个比例还在加速上升。根据官方预测，到2030年，老年人会逼近4亿人。最老的在哪里？是东北。一些人以为上海、北京这种大城市最老，错了，最老的是东北。
在全国31个省份里，辽宁省65岁以上人口比例高达 21.9%， 正式进入高度老龄化社会。也就是每5个辽宁人里面就有1个是65岁以上的老人。吉林、黑龙江也不遑多让，都接近 20%。这3个省被认为是全中国最先老去的地区。为什么？因为年轻人走了。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分析，东北的老龄化其实不是因为人活得太久，而是年轻人都搬走了。根据统计，现在中国有20个省份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 14%， 这就代表有超过2/3的中国省份都进入了中度老龄化社会。那么中国最年轻的地方是哪里呢？是西藏，那里65岁以上的老人只有 6.2%， 但那是极少数例外。整体来说，中国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，而且速度惊人。养老负担越来越重，谁来扛？现在每 4.35 个年轻人就要养1位老人，这个比例被称为老年抚养比，目前已经达到 22.8%， 是历史最高。未来几年，这个比率还会继续飙升。问题是，中国的养老体系真的撑得住吗？当工人越来越少，退休人口越来越多，税收从哪里来？医疗谁来买单？这些都是经济结构性问题，而不是单靠调整政策就能解决的。中国人口快速老化并非自然结果，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，中共的计划生育政策。中国问题专家王鹤指出，中国的老龄化不只是人口自然变化，而是过去几十年一胎化政策的后遗症。从1953年到1982年，将近30年，老年人比例只从 4.4% 升到 4.9%， 但是从1979年开始实施一胎化后，老人比重迅速上升，2000年达到 7%， 之后几乎每年都在加速上升。简单的说，当年只准生1个孩子，现在这个独生子要扛起一整家老小的重担，这不只是家庭压力，更是整个社会体制的风险。未来5年，中国的老年人将每年新增超过1300万人，这相当于每年增加一整个北京人口的老人，而其中大部分是60到69岁的低龄老人，也就是说，这一代人现在刚退休，还要活20到30年，牵扯的不只是养老金问题，更是长期医疗、护理、社区资源的挑战。中国不是唯一老龄化的国家，但中国的速度之快、规模之大、政策背景之特殊，让人口老龄化问题变得格外棘手。问题的关键是，今天的老龄化不只是数字堆叠，它意味着劳动力结构改变、经济模式转型、养老压力剧增，甚至政治风险上升。当社会越来越老，你认为中国准备好了吗？欢迎在留言区谈谈您的看法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